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明明70岁了，看起来却像50岁出头，走起路来健步如飞，说话中气十足，皮肤也红润有光泽，而另一些人刚过60，就感觉浑身不舒服，走几步就喘，记性也越来越差。是基因决定的吗？不是。日本一位顶尖的医学博士用40年的研究发现，衰老的开关其实就藏在我们的血管里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个开关你完全可以自己控制。我们总是把衰老归结为皮肤松弛、长皱纹、头发变白，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现象。真正决定我们身体年龄的，是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系统——血管系统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心脏像一台水泵，每天跳动10万次，把血液输送到全身，而血管就是连接所有器官的管道，包括大脑、肝脏、肾脏、四肢末梢。如果这些管道变得僵硬、狭窄、布满斑块，血液就流不过去，器官得不到充足的氧气和营养，功能就会衰退。这就是衰老的本质。很多人觉得血管老化是老了之后的事情，但真相恰恰相反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血管的损伤从20多岁就开始了。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、吸烟、酗酒、不运动、精神压力大，这些事情每天都在悄悄地划伤你的血管内壁。身体为了修复这些伤口，会调动胆固醇和炎症细胞来打补丁。如果损伤反复发生，补丁越堆越多，血管壁就会变厚变硬，管腔越来越窄。这个过程叫做动脉粥样硬化，它就像水管里慢慢堆积的水垢，几十年时间，直到有一天彻底堵死，或者突然破裂，引发心梗或脑梗。说到斑块，很多人觉得它像水管里的石头，是慢慢长起来的，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却很少人知道的区别。更危险的是，血管里的斑块分2种，一种叫稳定斑块，一种叫不稳定斑块。稳定斑块就像一块硬石头，它长得慢，不容易破，就算堵了70-80%，可能也只是走路胸闷，不会立刻要命。但不稳定斑块表面像一层非常薄的饺子皮，里面包着的不是石头，而是像芝麻糊一样的脂质核心，又软又容易破裂。你想想，如果这个饺子皮一旦破了，里面的脂质物质就会涌出来，接触血液，身体会立刻启动凝血机制，以为这里受了重伤，迅速形成血栓。这个血栓可能在1秒钟之内就把整条血管堵死。堵在心脏就是急性心梗，堵在脑袋里就是脑梗。很多人今天还在正常上班，6弯突然就不行了，原因就在这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为什么有些人的血管可以光滑有弹性，像年轻人的状态？为什么日本那位医学博士说70岁的老人通过正确的方法可以让血管年轻20岁？关键在于他找到了血管老化的5个核心因素，并针对性地给出了解决方案。接下来这5点请记好，因为其中任何一点都可能改变你未来10年的生活质量。首先，我们需要知道，血管是可以逆转的，这不是忽悠，而是有大量临床研究支持的结论。日本有一项追踪了长达30年的研究，对比了2组70岁的老人，一组生活随意，不控制饮食，不运动，抽烟或者喝酒。另一组坚持了5个特定的生活原则，结果发现，后者的血管弹性、血管内壁厚度、血压水平，甚至大脑的血流量都显著优于前者。平均差异相当于血管年轻了20年。这不是什么神奇药丸，而是科学的生活策略。那个日本医学博士告诉我们，血管的衰老其实是由5种隐形杀手共同推动的，只要你针对每一个杀手做对一件事，血管就会焕然一新。第一个方法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，学会抗炎吃法。我们总以为血管的问题是油吃多了导致的，其实背后更根本的原因是慢性炎症。
血管内壁之所以会受损，最直接的凶手是高血糖和氧化应激反应，它们会让血管内壁细胞发炎。如果炎症一直存在，血管就像一直泡在辣椒水里，反复溃烂，斑块就越长越快。接下来这一点尤其重要，真正的抗炎饮食不是让你不吃肉，而是让你学会换油，把家里的花生油、大豆油换成橄榄油或者山茶油，把白米饭、白馒头换成一部分的糙米、燕麦、荞麦，多吃深色的蔬菜，比如菠菜、西兰花，还有紫色的洋葱。每天一小把坚果，比如核桃或者杏仁。这种饮食结构的改变能够显著降低体内的 C 反应蛋白水平，而 C 反应蛋白就是衡量炎症的核心指标。只要炎症降下来，血管就有了自我修复的机会。这里给你一个具体的例子，我认识一个63岁的退休教师，之前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都很高，医生让他吃药，他不想吃，坚持用饮食控制。他不是那种很极端的方法，就是每天早餐把白粥换成燕麦粥，午餐多吃一颗西红柿，晚餐把主食减半，加一份清炒的绿叶菜。3个月之后去复查，甘油三酯降了接近一半。低密度脂蛋白虽然没有降到完全正常，但明显好转。关键是他觉得自己身体变轻松了，走路不闷了，这就是抗炎饮食的力量。第二个方法，坚持间歇性站立，比跑步更简单。很多人觉得运动好，但一听到跑步、游泳、跳操就退缩了，觉得太难坚持。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，最伤害血管的动作不是躺着，而是长时间坐着。你坐1个小时，下肢的血流速度就会减缓一半，血液流得慢了，粘稠度就升高，容易形成血栓。还有，久坐会让脂蛋白脂肪酶的活性下降，这是一种分解脂肪的酶，活性一低，血液里的脂肪就清不掉。日本那位博士推荐的方法非常简单，是每做45分钟就站起来活动2分钟，走2步，伸伸胳膊，踢踢腿，甚至原地踏步都行。这个动作本身就能让下肢的肌肉收缩，把血液泵回心脏，大大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。如果条件允许，每周再增加3次快走，每次30分钟，走到身体微微出汗。这是最简单但效果最明确的有氧运动。别小看这个习惯，我们医院有一个很经典的案例，一位68岁的老先生，他退休之后每天的生活就是在沙发上看电视、看手机，一坐就是4-5个小时。结果小腿开始隐隐作痛，后来确诊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，走路都困难，晚上睡觉也疼，最后不得不做了介入手术，放了支架。如果他能早点注意到间歇性站立的重要性，根本不会走到这一步。第3个方法，学会排水，让血压自己降下来。很多人到了50岁以后，血压开始升高，医生告诉他要低盐饮食，但注意，这里有一个容易踩的坑。低盐饮食的核心不是让你不吃盐，而是让你减掉隐形的盐。什么是隐形的盐？就是那些加工食品里的钠。比如一根火腿肠里面的钠含量可能相当于你吃了好几口咸菜，一碗方便面里面的调料包含钠量直接超标，酱油、豆瓣酱、蚝油、番茄酱，这些调味料里面都有大量的钠。钠会让你的身体储水，血容量增加，血压升高。日本医学博士建议了一个3天法则，你认真记录3天内吃进去的所有食物，包括调味料，你可能会发现你每天摄入的钠至少有 70% 来自那些你根本想不到的地方。把这些食物减下来，血压自然就会往下降。我这里有一个真实的反馈，一位71岁的大姐，她血压一直不太稳定，高压经常在150以上。她一直以为是自己年龄大了，没办法。后来按照这个方法，她减少了外卖，
自己做饭时不放味精，酱油减半，用醋和蒜。将来提味2周之后，他的高压降到了130多，这不是什么神奇的事情，只是他摄入了更少的钠，身体把多余的水分排了出来，血管的压力自然就减轻了。第4个方法，建立睡眠黄金档，别错过血管的修复时间。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，你的血管是有工作时间和修复时间的。白天，当你清醒活动、吃饭的时候，交感神经兴奋，心跳加快，血压升高，血管处于持续工作的状态。晚上当你进入深度睡眠之后，副交感神经开始工作，心跳变慢，血压下降，血管进入到修复模式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这个修复的关键时间是晚上10点到凌晨2点。如果这个时间段你没有睡，或者睡得很浅，你的身体就会一直分泌压力激素皮质醇。皮质醇会让血管收缩，血压升高，血糖升高，脂肪分解异常。长期熬夜或者睡眠质量差的人，体内皮质醇水平会一直偏高，血管始终得不到修复。这就是为什么睡眠不好的人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大幅增加。我建议你给自己定一个睡眠黄金档，晚上10点之前放下手机，关掉电视。如果睡不着，可以听一点舒缓的纯音乐，或者做几分钟腹式呼吸。顺着这个思路梳理一下，如果你能做到每天10点睡觉，6点起床，坚持半年下来，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、血压、血糖都会有明显的好转。这不是催眠，这是科学。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科室一位老患者的女儿，她母亲70岁，早晨血压总是很高，怎么吃药都控制不好。后来发现老太太每天凌晨1、2点起夜，之后就再也睡不着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到天亮，这就是典型的睡眠碎片化引起的高血压。后来我们建议她在睡前少喝水，调整了助眠的方法，夜里醒来的次数明显减少。不出1个月，她的尘封血压就降下来了。睡眠和血压的关联比很多人想象中要紧密得多。第5个方法是学会呼吸，给血管减压。这可能是5个方法里最简单，但也最被人小看的一个。很多人觉得呼吸还用学吗？不是生下来就会吗？但请你仔细想想，你平时的呼吸是深还是浅？是均匀还是不规律？当你生气、焦虑、紧张的时候，你的呼吸会变成什么样？是不是会变得又浅又快？这种急促的呼吸会让你的交感神经被迫兴奋，血管收缩，心跳加快，血压瞬时升高。日本博士推荐的腹式呼吸法是这样的：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，用鼻子缓缓吸气，感受腹部像气球一样鼓起，持续4秒，然后屏住呼吸，持续4秒，最后用嘴巴缓缓呼气，持续6到8秒，把肚子里的气全部呼进。这个动作的关键在于，呼气要比吸气慢很多，因为缓慢的呼气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，让心率变慢，血管放松。每天做3次，每次5分钟，早中晚各1次。你不需要专门腾出大块时间，就是吃饭前、午休后、睡觉前做一下这个小练习，坚持2个星期，你的血压波动幅度就会减少。长期坚持下去，血管的弹性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。我见过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，一位75岁的老爷爷有冠心病史，平时特别容易紧张，一紧张血压就蹿到180以上，心里就像揣了只兔子。后来他跟着音频课程学腹式呼吸，坚持了几个月。有一次体检，他发现自己的血压变得平稳了，而且心率变异性指标也好了很多。心率变异性是评估心脏自主神经功能的重要指标，数值越高，说明心脏越健康。这个指标变好了，说明他的心脏抗压能力增强了。他自己觉得连情绪都平和了，
不管遇到什么事，先深呼吸3下，身体就不那么慌了。好了，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本医学博士提出的这5个方法。第一，学会抗炎吃法，用优质油代替劣质油，主食换粗粮，多吃深色蔬菜。第二，坚持间歇性站立，每45分钟起身活动，每周快走3次。第三，学会排水，减少隐形盐的摄入，降低血容量。第四，建立睡眠黄金档，在晚上10点前进入睡眠，保证深度修复时间。第五，学会腹式呼吸，每天3次给血管减压。这5个方法没有一个是让你花钱的，也没有一个是让你吃药的，它们都是你生活中每天都要面对的选择。吃什么样的油，做多久起来一次，加什么调味料，几点睡觉，怎么呼吸，这些微小的选择日积月累，就决定了你70岁的时候血管是像70岁的老人，还是像50岁的中年人。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，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总有一种忍一忍就过去了观念。不舒服了，先扛着；血压高了，先不管；血脂高了，先拖着。可血管是一个沉默的器官，它不会在你刚堵了 30% 的时候喊疼，它不会在你血压刚升到150的时候让你马上晕倒，它一直在忍，直到有一天它忍无可忍了，给你来一次心梗或者脑梗，那时候你再想去修复，代价就太大了。请记住，血管的年龄就是你的年龄，保养血管就是保养你的生命。不要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想起去调整，现在开始，哪怕只做对上面的1、2件事，你的血管都会感谢你。好了，老赵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。不知道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你，或者是你的家人，有没有类似的情况？比如血压控制不好，走路走不远，一着急就心慌。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经历，或者你尝试过哪些保护血管的方法，大家一起交流，互相借鉴。最后提醒一点，本文内容仅作为健康知识科普，不具有医疗诊断和治疗建议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，如果你有高血压、高血脂、糖尿病等慢性疾病，或者正在服用相关药物，请在调整饮食、运动和生活习惯之前，务必先咨询您的医生，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个体化的方案制定，保护健康，科学先行。我是老赵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别忘了给血管放个假，也给自己的生活加点健康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期继续聊实用、靠谱的健康知识。